如果你能看到这支影片，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请相信我，这意味着你的意识、你的振动、你的能量正在准备好进行一次彻底的量子跳跃。这意味着你整个外在的现实世界都将因此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转变。但要实现这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先一起看穿那个困住了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的无形的牢笼，那个我称之为矩阵的东西。在我告诉你确切的方法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之所以能如此笃定地分享这一切，是因为影片里提到的每一个陷阱、每一个痛苦、每一个挣扎，我都曾亲身走过。是的，我叫艾菲，一位疗愈师，也是一位引路人。我的旅程就是从一个被困在矩阵里，感觉生命卡住了的灵魂，一步步觉醒，最终找到内在力量与和平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不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同路人的身份来与你分享这段旅程的核心秘密。这个秘密可能会让你感到有些不安，但它却是通往自由的唯一真相。你准备好了吗？好，这个秘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已经在潜意识中对你此刻正在经历的那个令你痛苦不堪、厌倦之极的现实，深深地上瘾了。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刺耳，你可能会立刻反驳，我怎么可能对我的痛苦上瘾？我痛恨我现在的工作，我厌倦我现在的关系，我每天都想逃离。是的，你的意识层面确实是这么想的，但在你意识冰山之下，那巨大而隐秘的潜意识却深深迷恋着熟悉感。对潜意识来说，安全就等于熟悉，哪怕这份熟悉是充满了无力感、被控制感和日复一日的消磨，但因为你每天都在经历它，它就成了你的舒适圈。想一想，是不是有很多人，包括过去的你我，嘴上痛骂着朝九晚五的工作，痛骂着那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每个月薪水一到账，那份微薄的安全感就足以让我们再忍受下一个30天。我们看着新闻媒体不断渲染着经济的萧条、失业的恐惧，我们被社会的集体意识制约着，让我们从心底里相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还能要求什么呢？这就是活在矩阵里。这不是一个科幻电影的概念，这是一个真实的，由我们的集体信念、社会制约和个人恐惧共同编织而成的心理牢笼。我们活在自我设限的信念中，活在一个被告知你只配如此的剧本里，日复一日，直到我们忘记了我们本可拥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今天，既然你来到了这里，就代表你内在的某个部分已经觉醒，它在呐喊，它在渴望挣脱。在这支影片中，我将与你分享实现这次意识飞跃、彻底挣脱矩阵的确切方法。而这一切的开端，夺回你所有力量的第一步，就是去承认一个看似残酷，实则充满力量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宇宙运作的一个核心法则，那就是你只能感知到与你同频共振的事物。换句话说，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的工作、你的收入、你的关系、你的健康状况，你整个外在的现实，并非随机发生，也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它是你过去所有思想、所有情绪、所有行为模式的总和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完美的显化。你的现实与你内在的能量频率是100%完全同频的。我知道要看清并承认这一点非常非常困难，尤其当我们身处困境时，我们更倾向于扮演一个受害者，
去指责外部的环境，指责他人，因为那样比较容易。但是，亲爱的，受害者是没有力量的。当你把创造自己现实的权利交给外部时，你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和承受。而当你敢于直面这个法则，敢于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好，我承认这一切是我创造的。就在你承认的那一刻，奇迹发生了。因为如果这一切是你创造的，那就意味着你同样拥有100%的力量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你真正想要的版本。承认就是你收回所有力量的开始。为了让你更深刻地理解这个同频共振的原理，我想用2个比喻来解释。第一个比喻是宇宙广播电台。请你想象，你的整个存在，你的身心灵，就是一座强大的广播发射台。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核心信念，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广播频率。比如，如果你每天醒来，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讨厌我的工作，我的钱总是不够用，没有人真正理解我，那么你就在向宇宙广播一个叫做匮乏与孤单的频道，可能是 AM540。而你的行动，比如你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上班，你在工作中敷衍了事，你对身边的人充满防备，这些行动就是为你的广播电台提供能量，让这个匮乏与孤单的信号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射出去。宇宙就像一个巨大而忠实的收音机，它不会去判断你的节目是好是坏，它只会做一件事，精准地接收你发射出来的频率，然后在你的现实生活中播放出与这个频率一模一样的节目。所以你打开生活的收音机，听到的就是老板的责备、账单的压力和伴侣的争吵，这一切都与你内在广播的 AM540 频道完美同频。你不可能一边广播着匮乏与孤单的 AM 频道，却期望在生活中收听到丰盛与喜悦的 FM101.7 频道。这在物理上，在能量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转变的关键不是去修理那台收音机，也就是你的外在现实，而是回到你的发射台，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改变你广播的频率。第2个比喻是能量磁铁。想象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本质是一块巨大的磁铁，这块磁铁的磁性是由你内心最深处的信念和感觉所决定的。如果你内心深处感觉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是需要靠拼命努力才能换取一点认可的，那么你的这块磁铁就带上了一种能吸引、控制、索取和有条件的爱的磁性。于是你会发现，你生命中总是会出现那些需要你去讨好、去证明的控制型伴侣或老板。他们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是被你内在的磁性吸引而来的。反之，如果有一天你透过内在的功课，真正开始从心底相信我本自具足，我无条件的值得被爱与尊重，你的磁性就改变了。这块磁铁现在开始散发出吸引尊重、欣赏和无条件的支持的能量。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控制你的人会自动离开你的生活，而新的懂得欣赏你价值的人会开始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所以你看，你的现实从来都不是关于外面发生了什么，而永远是关于你内在是什么。在我从一个在高档百货公司卖女鞋的销售员，每天计算着微薄的薪水，感觉人生毫无希望，转变为今天这样可以全职做着我热爱的职业，
透过分享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创作者之前，我必须经历那个最痛苦也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承认过去那个痛恨工作却又离不开，渴望爱却总遇到控制的自己，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行为与他所处的那个令人窒息的现实是100%完美同频的。我必须承认，是我在持续地广播着那个我不想要的频道，而承认这一点给了我改变一切的勇气。说到这里，我想邀请你在心里或者在留言区做一个小小的练习，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觉，被困在一个你明明不喜欢却又无力挣脱的熟悉的循环里？那可能是一份工作、一段关系、一种情绪模式，或是一种生活状态。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不用评判，只是单纯的看见与承认。你会发现，当你把故事说出来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从故事中抽离，拿回你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里互相看见，让我们知道你我并不孤单。理论很清晰，对吗？承认、改变频率、创造新现实。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转变往往不是靠理性的理解，而是需要一个情感的扳机，一个深刻的触及灵魂的事件，来彻底点燃我们内心的革命。对我来说，那个扳机来自一个我永生难忘的下午，一个充满了不公、无力，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屈辱的下午。当时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公司的管理层，尤其是一位极其自恋和控制欲极强的店长，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当你的生存和价值感完全依赖于外部权威时，你的灵魂是如何被一点点蚕食的。接下来我要与你分享的就是那个彻底点燃我内心火焰，让我对自己立下重誓，下定决心永再为任何人工作，只为自己创造的那个关键的转捩时刻。那是一个平常的下午，我在店里工作。当时的我在后场觉得有些无聊，就拿出了手机在滑。就在那时，我被我的部门经理叫住了，他让我跟他去一趟办公室。当我走进那间小小的没有窗户的办公室时，我看到我的部门经理、公司的人资经理，还有那位我前面提到的以自恋和控制欲着称的店长，3个人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空气是凝结的，带着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居高下审探气氛。我的心沉了一下，知道没什么好事。那位店长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人资经理。人资经理点了点滑鼠，我面前的电脑荧幕亮了起来。荧幕上出现的是我们卖场的监控录影画面，画面的一角我看到了我自己。我看到荧幕上的那个我靠在墙边，百无聊赖地低着头滑着手机。然后时间开始流动，1分钟、2分钟、3分钟，整个办公室里没有任何人说话，只有电脑主机微弱的嗡嗡声和我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声。他们就那样让我在他们3个权威的注视下，观看着自己这段被记录下来的所谓偷懒的行为，整整5分钟。我想为你还原，在那无尽漫长的5分钟里，我内心经历了一场怎样的风暴。第1分钟，震惊与羞耻，我的胃瞬间缩成一团，血液冲上我的脸，我能感觉到脸颊在发烫。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完了，被抓到了。紧随其后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耻感，就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被当众揭穿了所有不堪。我不敢抬头，只能盯着自己的血尖，希望地上能有条缝让我钻进去。第2分钟，屈辱与愤怒，羞耻感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灼热的被侵犯的感觉。
他们的沉默比任何大声的责骂都更具羞辱性。这不是一次正常的纪律约谈，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旨在摧毁我自尊的权力展演。他们享受着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享受着我此刻的窘迫与难堪。一股愤怒的岩浆开始从我的胸口缓缓升起，我在心里呐喊：你们凭什么？凭什么这样对待我？第3分钟，荒谬与觉醒。愤怒达到顶点后，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感觉自己仿佛灵魂出窍，飘在天花板上，看见眼前这荒谬的一幕：3个西装革履的成年人煞有介事地逼着另一个成年人观看一段滑手机的影片。这一切是如此的滑稽，如此的没有意义。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参与这场由他们的自负和控制欲所导演的低级戏码？一个清晰无比的声音第一次在我灵魂深处响起：这不是你，你的人生不该是这个样子的。第4分钟，决断与力量。当那个觉醒的声音响起，我内心的所有混乱、羞耻和愤怒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而坚定的平静。我感觉到一股力量从我的脊椎升起，穿透了所有的恐惧。我不再是那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我是一个即将做出选择的自由的灵魂。在那一刻，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的人生就在这一念之间即将转向。第5分钟，宣告与誓言。监控录影还在播放，但我的目光已经离开了荧幕。我缓缓地抬起头，第一次直视那位店长的眼睛。我的眼神里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恳求，只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不容置疑的平静。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清晰而稳定。我说：我不会坐在这里看完这个。你们有2个选择，要么现在就开除我，要么我就自己走。整个办公室的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冻结了。他们被我的反应震惊了，他们预期的是我的道歉、求饶，而不是这样的正面对抗。就在我说出那句话的同时，我在内心对宇宙、对我自己的灵魂立下了一个神圣的、不可动摇的誓言。很快，我将不再为任何人工作，我只为我自己工作。我将创造我自己的现实，我将成为我自己世界的主宰。这一切到此为止。那一天，我带着那份决心离开了办公室。那个下午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份屈辱没有摧毁我，反而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身上所有的枷锁，点燃了我内心最原始的对自由的渴望。那一刻，我以为我终于自由了。但我很快就发现，挣脱有形的牢笼，比如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其实只是整个旅程的第一步。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早已内化在我们潜意识里内在的牢笼。这里我要与你分享一个可能完全颠覆你认知的关于自由的悖论。你以为挣脱了束缚之后，迎来的就一定是狂喜和释放吗？未必。当我17岁那年，我终于成功地脱离了我那个充满控制的不自由的原生家庭时，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要开启全新的篇章了。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100%的自由。我可以自己决定几点回家，可以自己决定和谁交朋友，可以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没有人再管我了。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我预想中的快乐，而是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当那扇熟悉的家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时，我闻到的不是自由的芬芳，而是一股真空的气味。那种突然降临的无边无际的自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让我感到眩晕。夜晚的寂静不再是恩赐，而是一种震耳欲聋的恐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整个神经系统，我的潜意识，在过去的17年里，已经完全习惯了被控制的感觉。那份被安排、被限制、被管束的感觉，虽然痛苦，但它是熟悉的。而自由对我的系统来说是全然陌生的，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是不安全的。于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的潜意识为了寻回那份病态的安全感，开始在我的生活中下意识地重新创造出类似的被控制的情景。我吸引来的工作都是有着极强控制欲的老板，他们对我事无巨细的管理，重现了我在家中被管束的感觉。我吸引来的伴侣也同样带着强烈的控制倾向，他们会干涉我的社交，检查我的手机，让我再次体验到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爱。我一次又一次地从一个牢笼跳进另一个看似不同，实则核心完全一样的牢笼。每一次我都痛苦地挣扎，直问命运为何如此不公。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终于觉醒，看清了这个模式的真相。那个我拼命想要挣脱的外部矩阵，很可能只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特别是童年时期早已形成的旧有模式的放大和重演。是我在无意识地邀请并重建了这些牢笼。所以亲爱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同样的困境，总是在吸引同一类型的人或事，请不要再向外指责了，请温柔地向内看，问问自己，这个令人痛苦的场景让我感觉到的熟悉感最初是来自哪里？突破这个模式的唯一关键，就是学会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份遗失已久的安全感。当你不再需要从外部的控制中寻找熟悉感时，你才能真正的拥抱自由并享受它。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看清了问题的根源，对熟悉感的成瘾，以及内在安全感的缺失。现在我们来到了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到底要如何才能真正的一劳永逸地挣脱矩阵，创造一个全新的现实？答案既简单又深刻，答案就是停止向外寻求任何人的许可、认可或拯救，去成为你自己的唯一的内在的权威。我们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从学校教育到新闻媒体，都在训练我们一件事：向外看，向老师寻求标准答案，向老板寻求职业指导，向专家寻求人生建议，向伴侣寻求情感满足。我们被教导，安全感和价值感都来自于外部的给予和认可。而成为你自己的内在权威，意味着一场彻底的革命。它意味着你宣布，从今天起，唯一对你的人生拥有最终解释权和决定权的是你自己，唯一能够定义你价值的人是你自己，唯一能够给予你前进许可的人是你自己。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需要一个具体的、强有力的行动来锚定，那就是做出一个神圣的承诺。就像我在那个屈辱的下午对自己立下的誓言一样，
在那之后，我承诺自己，无论有没有人看，无论有没有收入，我每天都要在 YouTube 上发布一支影片，去分享我的思想，去表达我的创造力。这个承诺就是我授予自己内在权威的仪式。我不再等待有哪个制片人来发现我，不再等待有哪个公司来雇佣我。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我自己的创造者，我自己的通行证。你知道吗？就在我做出那个承诺并坚持了6个月之后，我的整个现实被彻底翻转了。我创造的价值开始为我带来远超百货公司薪水的收入，我得以骄傲地递交辞呈，全职地活在我为自己创造的现实里。你的身份不是由你的过去或你现在的处境所定义的，你的身份是由你此刻做出的承诺所定义的。你承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全新的、自由的、丰盛的你，他每天会做些什么？去承诺那些行动，然后日复一日地去践行它。这就是你摆脱旧身份，传上新身份的唯一途径。最后，伴随着这个承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能量转变，那就是将你生命的焦点从我能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转变为我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价值。当你还在矩阵中时，你的能量模式是索取的，索取薪水，索取认可，索取安全感。而当你觉醒后，你的能量模式必须转变为给予。这个给予不是牺牲，而是真实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去表达你自己，去分享你的天赋，去把你内在的光与热流淌出来，去唱歌，去写作，去烹饪，去疗愈，去做任何能让你感觉到自己与神性与宇宙合一的事情。当你专注于成为一个纯粹的给予的管道，让那股创造的能量毫无阻碍地流经你时，丰盛、认可、爱，所有你曾经苦苦追寻的东西，都会作为这个能量流动的副产品，自然而然地来到你的生命中。这就是挣脱矩阵创造新现实的终极指南。承认你与现况的同频，成为你自己的内在权威，做出一个神圣的承诺，并将能量从索取转为给予。这条路需要勇气，需要决心，但它通往的是真正的自由与丰盛。如果你感觉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想要和我一起继续探索更多关于意识创造的秘密，记得点个关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深度对话。你的点赞和收藏也是支持我持续将这些可能随时会消失的挑战主流思维的内容分享出来的最大动力。我是爱妃，记住，你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下次见。